这绝对是吴孟达最硬气的一个角色，也是柯受良被临时加戏吓惨的一部电影。哎，长官，你电话不这么响会打死人的。把他掀开他，数3下，第3下 K 下去啊！真的会打死人的，我不玩了，把手拿开啊，夹住他！不要，哎，小鸡点不要打，3下啊，快点，小鸡点，1、2，来啊！当年周星驰临时拉柯受良客串家暴男一角，导演陈嘉上觉得可以加一些戏制造效果，于是便瞒着柯受良加了一段铁锤砸胸口的逼供戏码。因为开拍前并不知情，戏中柯受良一脸懵逼到害怕的不知所措，全是真实反应。这部电影就是1992年的《逃学威龙2》，如今高清修复版它来了。一对不受上司赏识的难兄难弟，不仅凭本事破获了警局丢枪案件，还顺手剿灭了一个军火交易团伙。两人来到警局，等待着升职加薪。阿星沉寂在成为总警司的喜悦当中，可一旁的达叔却面色阴沉，像双打了茄子似的，不停地嘀咕他失恋了，最后甚至不分场合发起飙来。阿星这才知道达叔谈了3年的笔友，在前几天准备奔现时，达叔寄过去的照片已经相认，结果女方态度明确表示两人就此黄了。而令阿星没想到的是，达叔寄过去的竟是他的照片。没错，所以我把你的照片寄给他，他一看见你的照片以后就不再理我了。算了，不关你的事了，样子衰也不是罪过。达叔这一手甩锅功夫，整得阿星也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。怎么说自己也是小鲜肉一枚，就这么被无情拒绝，实在想不通。而就在两人各自惆怅时，达叔突然被一杯热水浇脸，在自家地盘还有人这么嚣张，现在又处于失恋的极度愤怒当中。达叔当即来到家暴男小黑身后，见其喋喋不休的怒骂女友，只不过是因为水温有点偏高，并且女友全程一言不发都在道歉。这让做了3年舔狗的达叔怒火中烧，用睿智的小眼神盯了小黑半天后，立即将其带到了审讯屋中，接着让阿星用电话簿护住小黑胸口，他则拿来一把锤子，可不料过程中却被小黑一脚踹飞，这无疑又让达叔觉得丢了面子，于是他决定亲自动手找回。放开他，我要跟他单挑。挑什么挑？放开他！结果就是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，因为达叔根本不是小黑对手，还反被对方死死抱住无法动弹，这么菜又次次被当众打脸，无奈的他只能求助阿星帮忙，而阿星就不同了，身手简单利索且又快准狠，仅一招就把小黑擒拿，接着将其推开，利用强体借力，一记铁臂横挡将小黑扫趴在地。达叔这个老六见此一幕顿时大喜，赶紧上前和阿星替换位置。但实力又给达叔当头一棒，他瞬间被小黑按住大腿反控制住，疼的是龇牙咧嘴乱摇头。摊上这么一个弱鸡队友，阿星也只能自认倒霉，随后快速将两人分开，一手擒拿将小黑压制到房间死角。眼看形势又被死党拿捏，达叔再次变得狂妄起来，他兴奋地在屋里手舞足蹈，嘴里还发出类似猩猩的叫声。不料这时局长推门而进，两人对视的那一秒，达叔那颗恋爱的心又躁动了。你们干嘛打原告呢？人高马大欺负女人该打，我最看不起不尊重女性的男人。这一波结结实实被达叔给装到了，而他这种为女性发声并且还敢当面承认的硬汉性格，当即惹得局长芳心砰砰乱跳。果然老腊肉一出手，就没有小鲜肉小奶狗他们什么事了。面对小黑的控诉举报，局长直接大手一挥摆平了此事。随后3人来到办公室，达叔更是一改平日吊儿郎当模样，将所有罪责全揽在了自己身上。我曹德华呢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刚才那个杂碎呢，我扁得很 happy。如果局长觉得我做的不对呢，随时整死我。此番言论无疑又给局长小心脏烧了一把火，要不是一旁还有阿星在场，指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。在接下来的挑选部门当中，达叔索性将装字母属性拉满，表示要去最危险的刑事组。一旁阿星本以为他是随口一说，但见达叔装的一脸正气，局长也被他迷得5迷3道，便开口调侃达叔要是调去刑事组，那自己岂不是要被调去指挥交通？结果局长信以为真，第2天就把阿星调到了交通岗位。想到本该属于自己的职位，却被达叔这个老六一顿嘴炮抢走，阿星一脸沮丧的上班执勤。可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，这才发现自己胯下配车都是已经过时的淘汰古董。再看人家女骑从配置到墨镜，可谓装备的是英姿飒爽。而面对女骑下个路口见的关怀目光，阿星赶紧戴上墨镜手套，假装淡定，其实心里早就乱了一批。接着两人同时挂档起步，女骑一马当先没了踪迹，阿星却还在双脚蹬地给车子助力。据说这个女骑是周星驰片场临时找到的一个路人，第一次演戏就造就了这经典一幕。而随着下班时间临近高峰，阿星开始有条不紊地指挥交通，不过看现场情况，有没有他似乎意义不是很大。随后他又给违章乱停车辆开出罚单，不管对方如何求情，他始终都是秉公办理。在面对抛锚校车时，阿星使出全身力气帮忙启动，结果一人之力实在太小。唉，
没前途。被大人无视也就算了，现在又被小孩子鄙视嘲笑，阿星当即委屈的难以复加。而就在这时，一辆超跑闯红灯超速行驶，阿星立马示意车辆熄火停止检查，谁知对方丝毫没有减速，风驰电掣的朝着阿星怼了上来。熄火、行照、驾照，这下怎么办呢？啊，是金哥！阿星哥，原来是你们这群小王八蛋！这群人以前都是阿星的小弟，阿星口头警告一番后，便准备放他们离开。可黄小龟却像往常一样嘲笑阿星这个昔日的飞虎队队长，如今沦为成了指挥交通，敢这么口害自己，气得阿星立即转变态度，六亲不认。见他们还在嘻嘻哈哈当作玩笑，阿星果断掏出配枪，警告他们全部下车，双手放在头上挨个接受检查，接着以一系列的莫须有罪名，将这群昔日小弟给狠狠整理了一顿。出了这口恶气后，阿星也对最近遭遇产生了自我怀疑。我真的那么逊吗？而接二连三的遭到熟人鄙视，终于让阿星开了窍。他躲在减速指示牌后摸鱼上班，一旦发现超速，立马拍照留档。这天达叔带队经过，见阿星小生活过得这么舒服惬意，阴阳怪气的向其表示祝贺。接着念在两人同事一场，达叔劝阿星好好哄上司开心，指不定能重新回到前线岗位。可达叔这种软饭硬吃的上位作风，阿星却非常的嗤之以鼻。现在可不是我怕他，是他自己投怀送抱，主动勾引我。随后达叔表示有大案要办，火急火燎地离开了这里。而阿星一听是跨国绑架大案，立马偷偷驾车尾随其后。然而到了现场后，阿星才发现这里有警方2个部门办案，并且还都不知道双方身份。达叔这个老六更是窘态频出，数次摔倒差点暴露了位置。结果一方在请示上级时核实对方身份时，被匪徒截获了无线电话，当即发现他们队伍中有警方卧底，因此3方枪战一触即发。阿星见状趁机抱住另一方老大，以免开枪误伤了达叔一队。而等他们汇合冲到2楼时，恐怖分子已经逃之夭夭，警方卧底也早已被残忍杀害。见事已至此，一枪没发的达叔赶紧收枪回逃。不得不说这动作还挺丝滑流畅。事后，阿星随同他们2队人回到总部，双方长官开始踢皮球推卸责任。这一幕搞得上司非常头大，为了安抚2位手下情绪，他将目光投在了阿星身上。